谁能想到，我只是上个厕所，就陷入了奇葩修罗场。我上厕所时没有纸了，在里面蹲了1小时才有人进来。姐妹，能不能给我一点纸？我听没人回应，只有冲马桶的声音。想不这世道竟然冷漠到没有人送纸。这时门下缝隙突然塞给我一张，就一张。我一看，这也不够用啊，用手指头都能戳破。还有吗？我也可以给你钱。我也拉肚子，没有纸了。太倒霉了，怪不得他把这点纸给了我，原来解决不了燃眉之急。这时我突然想到可以点外卖，我竟然忘记这一茬了，咱们可以订外卖啊。我手机没电了，你可以帮我买一包吗？他之前把最后一张纸给我，虽然没用，但也算患难见真情了。我直接在购物车加了2包纸，并且备注必须女骑手送来。今天真倒霉啊，困在了这鸟不拉屎的公园里。别提了，我是骑行途中肚子痛，跑了很远过来的。一想到自行车还没来得及上锁，我心里就慌慌的。你进来的时候看到门口有自行车吗？自行车没看见到啊。他这一句话让我肚子又痛了起来。难道我自行车被偷了？这时候手机响了，我一接是个陌生的男生。上厕所没带纸，嘿嘿，我灵机一动，点了个外卖。是尼古拉斯张二吗？我是您的骑手，您买的2卷卫生纸到了。什么？我不是备注要女生送吗？可我已经送到了，你要是不方便，我就放门口。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订外卖了吗？呵呵，取外卖的是个男的。姐妹没关系，我们再买一次。我也这么想的，先反手一个差评，又叫一份外卖。这次我多打了一行，不按要求必差评。又等了15分钟，电话响起，总感觉这串数字十分眼熟。你的外卖到了。 What？ 怎么又是你？这破地方，你真以为会有人愿意接？你有毒吧？我特意备注女的接，不懂什么意思吗？嘿嘿，你说我懂不懂？还是他吗？气死我了！遇到个心眼小的，因为差评报复我。那怎么办？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？突然外面有人进来了，我正准备求纸，就听外面2个人：“这里是女厕所，你就不怕有人骂你？”这么偏僻的地方，怎么会有人进来？我和隔壁的姐妹都沉默了。那对男女先是在马桶上，又破开门跑到洗手池前。我盼着他俩赶紧结束，结果从外面又走进来个人。果然，我就知道你们在这不干好事。哦，这大概率是男人的老婆。好家伙，困厕所里还让我赶上了瓜。只听那男的不断解释，我悄悄将手机往门下一放，录到了这3个人的脸。我拿你当好姐妹，你竟然勾引我男人！他们3个人在女厕所打了起来，因为太乱了，根本听不清怎么回事。突然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，屋子里瞬间一片安静。不到5秒，就听我旁边传来2下屁声。谁在里面？我屏住呼吸，微微抬起身子，用胳膊抵着大门。不会是听错了吧？不可能，绝对有人在里面。我看到鞋了，里面有人，还不是1个人，是2个人。最不想的结局还是来了。思前想后，尴尬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尴尬。我就上个厕所，哪知道你俩会干出这种事？人总要面子吧？你不要，我可要。你要是早说，我俩还会在女厕所这样吗？小强说的对。男人用脚朝着我的厕所门猛踹一下，真是不害臊啊！这时候了，外面3人竟然将全部火力冲向我们。突然，我隔壁的女生也开口了：“咱们有话好好说，你们能不能先把门外的2个外卖口袋递给我俩？”就听有人走出去了。不一会，男人扯开袋子一看，是卫生纸，他笑了，就给我们门缝里各塞了手指头那么长的纸条。我气得真想提起裤子上去抓他脑袋，但这时候还要求人，那就必须放下身段。小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男人犹豫了几下，打开了水龙头。是我放水里了，我们就当没见过吧。小强说的对，咱们3个的爱恨纠葛不能让别人知道。我和隔壁的姐妹哑口无言。等他们走后，我气得捡起手机要将视频上传到网上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条短信让我彻底崩溃。尊敬的用户您好，当前账户余额不足，现只保持电话接听功能。你还好吧？手机停机了，这下真的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刚才对不起呀，我肚子很痛没忍住。人都有3急，不是你的错。我想提裤子走人，大不了回去多洗几遍澡，干脆破罐子破摔算了。
可就在刚提上裤子的时候，外面又闯进来2个男人。从门缝里看到，他们不仅蒙着面，手里还扛着一个麻袋，于是用手机打出一行“不要出声，外面坏人”，塞到了左边墙板下面给隔壁的女生。大哥，这小子真胖啊，可给我累坏了。整个城就这个公园偏僻，你我先在这藏一晚上。难道是遇到了绑架案？好在还能拨打110，我刚要掏出手机，就听到外面那2个人开始逐一检查每个厕所。咦，这2个门怎么打不开？这2个应该是储物的。老二，一会把他捆在水管边上，咱们2个先吃饭。好嘞。这水池子里怎么这么多浸泡的卫生纸？估计是水掉进去的吧。这水还是热的，看来刚才有人来过。我从门缝里就见他们2个都围着洗手池看，如果这时候我冲出去，会不会能成功脱逃？就当我准备打开门的时候，地上那个被捆着的人冲我摇摇头，他竟然发现了我的存在。我不懂他为什么不让我出去。等2个男人同时转身的时候，才发现他们的腰间藏着2把真理，吓得我赶紧往后退，然后在手机上打出他们有枪。隔壁的姐妹看到后回复我一句：现在太安静了，你们报警吗？我突发奇想，如果让那个被绑架的人制造点声音，那么我报警的时候，他们就听不到厕所里的声响了。可我要怎么转达给他呢？这2个绑匪也不管这泡面熟没熟，坐在地上就开始狼吞虎咽的吃。厕所里原本臭气熏天，现在混合着方便面的味道，我肚子还莫名其妙的饿了。刚捂住肚子，隔壁传来了肚子饿的咕咕叫的声音。什么声音？应该是这小子饿了，这么胖，闻点味道肚子就起了反应。要不给他点吃的？等会儿的，让他多饿一会儿。我松了口气，在手里打出一行字：你能不能控制点自己？对不起，我可能刚才泄了太多。就这样，又过了15分钟，我在里头困得差点打瞌睡，突然就听一声巨响，吓得我赶紧睁开眼睛往门缝一瞧，是之前送外卖的家伙回来了。喂，你还在吧？我给你送纸来了，麻烦能不能高抬贵手，帮我说个好话？外卖小哥站在门口，正要给我打电话，抬头就与里面的绑匪四目相对。你们2个也是送卫生纸的？是的，厕所里没人啊。怎么可能？有个女的都订了2次外卖了，方圆500里就我一个人接了。那估计走了吧？谁能蹲那么久呢？也对。他拿起手机又要给我打电话，我发现手机还在隔壁那个人手里，而且并没有设置静音。突然，地上男人嚎叫起来，他嘴上堵着布条，声音虽然闷，但足以让外卖小哥又放下电话。外卖小哥脑袋微微往里探，见到地上的男人后，拔腿就跑。追！我见这是个时机，推开厕所门跑了出来。原本打算直接跑掉，可又想起隔壁的姐妹没有出来，于是我一边为男人解开绳子，又一边冲着厕所里的姐妹喊：对不起，我常应激，肚子又疼了。别管他了，那2个人见我跑了，也不会再留在厕所了。这时候一声枪响，我俩趴在窗台下面悄悄往外看，只见不远处2个男人抬着死去的外卖小哥往回走。完了，你快回去，我给你简单的绑一下。姐妹，你手机还在我这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好，那咱们3个都回到原位，就等着警察赶来。绑匪将外卖小哥的尸体放到了我右手边的厕所，短短3分钟，他的血就流到了我的厕所里。大哥，给他老爹打电话吧，咱们就要500万。你傻啊？因为他咱俩都杀人了，500万够什么？那你打算要多少？3000万，到时候咱俩一人一半，10年内别联系。喂，是不是张豪？你儿子现在在我手里。挂断电话后，大哥一脚踹到了男人的大腿上，他看起来很愤怒，应该是谈得并不顺利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老爹怎么不信我的话？我骗他这2天去国外上学。那你咋没去？我在这地下赌坊欠了钱，这几天打算过去再赢回来。哎呦，大少爷，你不知道这玩意不能碰啊！这时候和他讲什么大道理？赶紧让他老爹相信被绑架了。说完，他们又拨通了视频电话。电话里年迈的老者看着男人哭着喊着求救，他不仅没有着急，而是又给绑匪骂了一顿。AI 做的挺真啊，要不是走了歧途，说不定破格让你们入职我的科技公司。电话被挂断，这时候我旁边的女生将手机还给了我，并在上面写了一句：我叫小峰，
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难受。你哪里不舒服？我好像是食物中毒，肚子里已经没有东西了，浑身又冷又痛。警察怎么还没过来？是不是这里太远了？眼看着天都要黑了，我和小峰已经困在厕所里3个小时。我告诉他再忍忍，却没仔细听外面那2个绑匪在讨论什么。等我回过神，就见他们拿着刀朝着男人的耳朵一挥。你这傻老爹不认你，没办法，只能把你的耳朵送过去了。大哥，我们怎么送？你去穿上送外卖的衣服，直接去他家。那大哥，你一个人要小心点。说完，二哥就将耳朵塞到了装着卫生纸的外卖袋子，离开了厕所。天色已黑，突然外面传来男女嬉笑的声音。大哥反应很快，将男人和自己锁在了我右手边放着尸体的隔间。这对男女越是靠近，我就越觉得熟悉。这不是之前偷情的那对男女吗？小强，如果我的金项链找不到了，你要怎么补偿我？娇姐，我既没钱又没志，只能用这个身子补偿你了。讨厌，先停下，检查一下厕所有没有人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哪有人来这个地方啊？你之前不也这么说的？结果有2个没带纸的女人一直偷窥咱们的密室。我不信这种事还能让我遇到第2次。娇姐，我等不及了，就让我现在开始补偿吧。我的天啊，难道让我们再经历一次他们惊天动地的事吗？突然一声巨响，我趴在门缝一看，小强和娇姐正贴在墙边举起手，脸颊变得煞白。咱们好好说话，我俩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啊，我俩就是来找项链的，现在不找了，我们可以马上离开这里。绑匪一脸嫌弃的上下打量娇姐，不可置信的冲着小强说：他是你什么人？情人。娇姐妩媚的冲绑匪眨眨眼。受不了了，先崩了你！一声枪响，就见娇姐粗实的大腿被子弹射穿。小强尖叫，起身拔腿就跑。绑匪好像杀戮上瘾了，他活动活动筋骨，漫不经心地跟在小强身后。不管你女人了吗？绑匪走到门口，脑袋就被突然出现的富婆大姐用高跟鞋狠狠地砸出了血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手里的枪就被富婆大姐夺走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我是来捉奸的，没想到成了捉贼的。你又是谁？跪下，现在不是你蛮横的时候。富婆大姐简直就是好样的。我正打算出去，结果她转身就从小强的裤裆来了一枪。原本我接受了你的花心，可没想到你竟然转移了我的财产。花花，我错了。花花，把我交给警察吧，是我骗了你。哼，交给警察都好过栽到我手里是吗？不是的。花花走到娇姐面前，兜里拿出个金项链。娇姐，你们就是回来找他的吧？花妹儿，怎么在你这啊？我在厕所地上捡到的，用识图软件一看，竟然价值30万。小强怎么那么有钱送你啊？你也看到了，在生命面前，爱情没有任何价值。我输了。是你们2个都对不起我，杀了他，我就原谅你。不，我做不到。放心吧，枪是劫匪的。你把小强杀了，我们嫁祸给劫匪就好了。劫匪大哥捂着脑袋站起身，然后将小强拉到身后。2位大姐别生气，这事咱们好好聊聊。你一个劫匪有什么要聊的？不就是钱吗？你看厕所里那个胖子，他爸是首富。你想说什么？拿到钱我们可以瓜分啊。我不在乎钱，我要的是爱情。说完他又朝着劫匪开了一枪，一声巨响，我再睁开眼就见这次他瞄歪了。这位大姐，如果你想要爱情，我也可以给你啊。他真挚的眼神弄得我都差点信了。他拍着身上的肌肉，信誓旦旦的又说：等拿到钱，我就和你私奔，永远不分开。你想想，1500万呢，能买多少金项链？花花，别信他的话，信我们男人还不如信奥特曼下凡。劫匪转身一拳砸在了小强的头上。花花看到小强晕倒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小强说的对，你们都不可信。说完，他抬头瞄准劫匪，而就在这时，屋外一声枪响，我以为是警察到了，结果是穿着外卖衣服的劫匪同伙。只见花花的眉心被射中，正好好的倒在了我门口。大哥，你刚才那话真的恶心到我了。那不是为了给你争取时间吗？大哥走到了花花尸体旁，翻找半天，发现没有枪。哎，枪呢？是不是掉进那2个锁着的厕所里了？那我把它挪走再瞅瞅。
我和隔壁的姐妹不需要互相提醒，同时的踩到了马桶后面的冲水桶上。没有啊，不会掉马桶里了吧？算了算了，你先拿我的。我松了口气，看着手上的手枪，上面还沾满了花花的血。刚一说完，整个厕所外都灯光闪闪。大哥靠近窗子一看，外面布满了警察。怎么回事？你是送外卖的时候被发现了吗？没有啊，我送到他们家的时候，那个保安还跟我说了声谢谢呢。这时候大哥的电话响起，他打开免提，求你们别伤害我儿子，我不会报警的。从他们的谈话里，我知道了这是小峰报警成功了，心里的那块石头瞬间落下。可就在落下的那一瞬，两个劫匪竟然从背包里拿出来一个炸药。他对着手机里的张豪说：让外面的警察撤退，要不然我们就炸了这个厕所。什么警察？我都没有报警。别废话了，现在给你10分钟时间，再不让他们撤退，我就拉他们一起入地狱。大哥挂断了张豪电话，我已经慌了。如果这个炸弹是真的，那么我们都会死。这时候，我隔壁的姐妹将手伸过来，我知道她是要跟我联系了，于是我将手机递给她。才想起来我的手机没电了，但手机卡有话费。她将手机递给我的时候，还附带着她的手机卡。手机再次启动，换上新卡后，之前那个视频自动上传到了网上。我开始联系警察，他们那边回我很快。警方叫咱们别轻易出去，能躲就躲。他们的谈判专家和拆弹专家已经来了。不一会儿，我的厕所门被撬开了。马德，还真有人藏在这里啊！你是怎么发现我们的？因为你上传的视频下面还带着定位，现在火遍了全网。我听完打开手机一看，竟是开机后自动上传的视频，秒火了。不到几分钟就几10万阅读，评论区全是笑话我们的话。你是在厕所里蹲了多久啊？今天真是什么奇葩都被我哥俩遇到了。突然大哥掏出手枪，我神志十分清醒的也拿出手枪，朝着他的手臂就连开2下。大哥！二哥跑向大哥，捡起地上的手枪。虽然我们都有枪，但我的脚后还有个炸药包，只要我碰一下包，眼前这2个人就紧张的咽唾沫。你们也怕死？我将炸药包背在了身上，如果他们击中我，这里的一切就都灰飞烟灭。死丫头，你别冲动，我们可以放你出去。那这些人呢？我们只能放你一个人出去。我看着地上昏迷不醒的小强，没了一只耳朵的胖男，还有哭成泪人的娇姐，以及和我互帮互助的小峰。如果我一人出去，他们的命就成了未知数。于是我走到了娇姐的面前，解开了她身上的绳子。没等我说话，娇姐将我推倒在地，接着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。随即砰的一声，绑匪一枪击中了她的脑袋。人心难测啊，你救了他，他却弃你不顾。你为什么杀他？我说过，只能让你一人走，其他人跑了，我自然要杀。这时我的手机响起，拿起一看是之前联系我的警察。我不想发短信，就当着绑匪的面拨打他的电话。我已经被发现了。里头还好吗？我们听到了枪声。我身上有炸弹，他们现在不敢轻举妄动。屋子里刚才死了一个人。谈判专家已经准备好了，让他们出来一个人。我替警察转达了消息，走出去谈判的是大哥，屋子里就剩二哥。我正要举起枪瞄准他，结果他反应很快，拍了拍腰间的手枪。哈哈哈，大哥把枪给了我，就是为了让我能有个活路。而就在这时，厕所里发出了声响，我以为是小峰，可从里面走出来的是外卖小哥，他捂着胸口的枪伤，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。女厕怎么都是男人？你没死。外卖小哥突然唤醒了记忆，他睁大眼睛冲着二哥就扑了上去，二人在地上扭打在一起。等我跑过去助力的时候，就发现二哥的肚子上被捅了一刀。我杀人了！我杀人了！外卖小哥摸着手上的血，捡起手枪，畏畏缩缩地退回到了厕所里。这时大哥竟然毫发无伤地回来了。老二，他们答应给我们一台车。刚说完，绑匪大哥就看到了地上躺着弟弟的尸体，他愤怒看了我一眼，随即走过去搂住了弟弟的脖子嘶吼。我知道他已经没有枪了，赶紧联系警察进门抓捕。可就在我拿起电话，我旁边的男人拽了拽我的袖子。你的炸弹是远程控制的。呵呵，你真以为你能主宰这个游戏？我们又遇到了新危机，我和外卖小哥的枪法不准。我想了想，应该给警察创造打掉他手里遥控器的机会。
我将想法通过短信发给了他们，接着就把手机扔到了地上。我举着手枪走到了他面前，并从厕所里将丢了魂的外卖小哥拽了过来。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？我就是投诉你的人。什么？就是你？是啊，就是我。我投诉了你2次，恨死我了，对不对？他拿着枪对准了我的脑袋。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受伤，困在这里。好啊，你还怪上我了。我要是拿到厕纸，还有这些事吗？原来你还没有用上纸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看你这反应，果然是个精神病。我跳起来抓住了他的头发，将他的脑袋按在了水池子里。水池里都是被浸湿的卫生纸。我拿起一堆泡发的软纸塞到了他的嘴里。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马德，你们怎么都这么奇葩？我分神了几秒，正好被外卖小哥找到了反击的机会。他反手抓住了我的衣领，就往水池里按。这时，外面的警察瞄准了我们身后的绑匪，连声音都没有，就见他眉心处多了一个红点，手里的遥控器也被打掉了。啊，他死了！我终于松了口气。警察赶到，准备带我们离去。突然我想到还少了一位，赶紧跑到了厕所，用脚踹开了那扇门。小峰，怪不得小峰一直没出来，原来人已经病得昏迷不醒了，快送他去医院。就这样，除了我之外的人都去了医院，而我被带到了警察局，将整个事情一五一十的交代出来。案子结束后，我想低调度日，可不到1周，胖男的父亲，也就是首富张豪亲自登门感谢。他握住了我的手，并且让秘书给我3000万感谢金。我拿到了3000万，就自掏腰包改良了全城的厕所，安了免费厕纸、免费无线网以及应急安全箱，让每个人都不会因上厕所的事情而焦虑。最后，我去看了小峰，他被安葬在了郊外比较好的墓园里，据说是食物中毒加严重脱水，如果不是困在厕所里，就不会有生命危险。他成了我心中的一个结，无数个夜里，我都梦到和他安全的出来，然后像好朋友一样在阳光下促膝长谈。